美国是全球民航业最发达的国家，老百姓拿飞机当公交车坐。美联航是美国的三大航之一，总是屡屡做出领先之举。例如，我们之前多次说过，它率先将超售补贴提高到了最高1万美元，率先在客舱推出了个性化广告等等。现在，美联航又做出了一件业界领先的事情，它已经开始用图片向乘客解释航班为何延误了。这比简单的发送一堆文字能更容易获得乘客的认可。因天气延误，在多数国家是被认为是不可抗力，航空公司不必为此支付赔偿，或者仅少量的赔偿，但也因此引来一些纠纷和误解。因为有时候明明机场是晴空万里，相同航线上有的航班正在登机，但航空公司却偏偏通知延误。在有些国家，似乎这种情况还尤其严重。飞机起飞和降落遵循计划的路线，飞机的速度很快，拐弯半径很大，特别是降落的时候，往往需要几十公里的直线空域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进境路线上有雷雨，通常只能等待。而且机型不同，设备不同，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。比如说，山东航空在中国有中国俄航之称，经常能在别人无法起降的时候飞行。其实那是因为他们装了 HUD 的原因。飞机的航路也并非一成不变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。但如果在规划的航路上，整片区域都被恶劣天气覆盖，则远离机场数百公里的积雨云也可能导致航班延误。为了更好地向乘客展示航班受影响的原因，美联航现在与 FlightAware 合作，向乘客发送实时雷达天气。根据媒体的说法，除实时雷达天气外，美联航这套图片解释法还将包括机械故障和次级天气延误等原因。次级天气延误是指前段航班受天气影响延误，包括不能起飞，或者被迫绕飞，或者是备降等等。美国的航班预留缓冲时间比较短，因此即使是15分钟的绕行，就会影响当天后续所有的航班。美联航的图片解释法据称受到了乘客的欢迎，评论认为它可以大大减少乘客疑虑，有利于帮助乘客估算航班的实际到达或者是起飞时间。其实现在很多航班跟踪软件都能做到这一点，比如国内的非常准也有相同的功效，展示天气变化的能力也很强大。智能手机现在已经相当普及，航班跟踪软件也越来越完善。美联航与 FlightAware 合作，展示了它的职业敏感度。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它提升服务质量的态度。不管它的初衷是为了减少赔偿，或者是避免负面新闻导致的股价波动，但客观上的结果就是乘客的满意度提升了，司乘关系融洽了，社会更加和谐。希望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向美联航学习，让服务更用心，让乘客更满意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